这一夜，克洛伊只能往返于卫生间和每一张单人床之间，他必须按照马兰的要求，给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做上至少半小时的足底按摩。别说这一夜不睡觉，就算是明天白天，怕是也一刻闲不下来。至于他之前那些党羽爪牙，一个个则只能被迫躺在湿漉漉的床铺上辗转反侧。他们不敢用一个姿势躺太久，因为他们的身体根本就没办法长时间与湿漉的床铺接触，因为用不了一会儿，与床接触的身体就会变得冰冷刺骨，并且疼痛无比。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在床上横滚，像极了一根根放在烤肠架子上不断旋转烘烤的香肠。令人意外的是，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的马兰竟然也没有睡着。翌日一早，一宿没睡的马兰看起来却比监视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有精神。当他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克洛伊还在拼命强挺着给狱友捏脚。此时的他早已经体会到马兰那种累到两条手臂快要断掉是一种什么感受，而这一晚他也终于明白被人肆意欺辱霸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一晚他无数次累得快要崩溃，下意识就要停下手上的动作。可是一想到马兰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而且还得是10倍、100倍的报复，他心里就下意识的不敢再有任何偷懒的念头。马兰伸了个懒腰，迈步来到克洛伊身边，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克洛伊眼见马兰走到跟前，心中又惊又怕，只是余光看了他2眼，便赶紧低下头，忐忑不安地继续给狱友捏脚。只是克洛伊现在的双臂实在酸疼肿胀，每发一下力就疼得钻心，速度和力度都不自觉地慢了许多。马兰这时候却忽然抬起脚来，一脚将他踹翻在地，随后便听马兰冷声骂道：“妈的，动作快一点，在这磨蹭什么呢？”克洛伊哭着说道：“我的胳膊和手实在是用不上力气了。”马兰鄙夷的道：“活你妈该！你逼你马奶奶捏脚的什么？怎么不想想你马奶奶50多岁的人了，胳膊和手哪来那么大力气？”说着，马兰越想越气，指着他骂道：“对你这种贱人，就得比你这贱人还坏，还残忍，不然你他妈这辈子也不可能学好。”克洛伊是真心后悔了，可是眼下后悔也已经晚了。这一整天，克洛伊除了去吃饭放风，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在给狱友捏脚，而马兰这一天却过得神清气爽。除了万龙殿那3名女战士之外，其他人几乎都围在马兰身边，不断地献殷勤。马兰第一次对监狱产生了好感，这种居高临下、受尽尊崇的感觉，让他内心深处十分满足。所以这一整天，他甚至没有给叶晨或者萧初然打过一个电话。原本他是打算一天至少打3个电话，催女婿叶晨赶紧把自己救出去。可是今天他又觉得似乎也没必要出去的太早，在这里面体验一下一呼百应的感觉，可比出去要爽得多。翌日一早，费可欣亲自开车送叶晨前往纽约机场。得知叶晨是要去墨西哥，费可欣多少有些担忧。他原本很想跟叶晨一起去，但叶晨没有同意。对叶晨来说，很多时候身边没人帮忙，比有人帮忙要好得多。有人帮忙的情况下，自己还要顾及对方，远不如自己一个人更得心应手。更何况自己去墨西哥是打算深入虎穴，顺便来一手扮猪吃老虎，带着费可欣必然束手束脚。费可欣一开始也不知道叶晨去墨西哥究竟要做什么，听闻叶晨要顶替一个潜在受害者混入对方的死亡陷阱，
他便知道自己如果跟过去，除了拖叶晨后腿之外，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于是他只能悻悻作罢。车在机场入口处停稳，叶晨便对费可欣说道：“你身份特殊，就别下车了。”费可欣忙道：“那叶先生，您一定注意安全。”叶晨轻轻点了点头，与他道别之后，便推门下了车。随后叶晨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个不大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迈步进了机场。这个行李箱里装的都是一些昨天新买回来的日常衣物。叶晨也不知道墨西哥那边到底有什么在等着自己，不过他这次要装成一个对危险毫无防备的人，而且又是出远门，所以自然要带上些许个人物品。来到柜台兑换了登机牌之后，叶晨便一个人过了安检，早早地来到指定的登机口。由于这次买的是经济舱的缘故，他只能在登机口处找了个空位，等待登机的同时，等候着目标的出现。10几分钟之后，一个40岁上下的亚裔中年男子匆忙赶了过来。叶晨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就是周碧华的儿子郎红军。郎红军和叶晨一样，随身带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倒是比叶晨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单肩包。40多岁的郎红军看起来有些显老，不仅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比同龄人要多出不少。从整个人的状态上能看得出，郎红军应该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他神情落寞，同时又带着几分忧伤与不舍。此时距离开始登机已经只剩下5分钟，已经有一些心急的旅客开始在登机口处排起了队。郎红军便也拖着行李箱排在了队尾处。叶晨见此，立刻站起身来，拉着自己的行李箱排在了郎红军的身后。随后他故作好奇地用中文问郎红军：“请问是华夏人吗？”“不是。”郎红军摇了摇头，非常严肃地对叶晨说道：“我是美籍华人，已经入籍很多年了。”叶晨微微皱了皱眉，看来郎红军似乎对国籍的问题比较在意，于是他便好奇地问道：“你是工作移民过来的吗？”郎红军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表情带着几分骄傲地说道：“我是公派留学生，不过当时因为成绩突出，美国这边给了一个直接拿绿卡的好机会，我就直接选择留美了。”叶晨点了点头。其实郎红军的这些资料叶晨都看过，之所以再问一遍，无非就是想借机会跟他熟络一下，顺便也借机在聊天中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叶晨见他一方面对国籍很在意，一方面谈到自己当年是公派留学生的身份又非常自豪，心中不免有了几分厌恶。其实他不太喜欢这种人。国内确实有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以及那些公费留学的留学生，最终选择留在海外。据说选择留在美国硅谷的清华毕业生就有上万人之多。当然，去留这种事情全凭个人自愿，但郎红军的情况却与其他人多有不同，毕竟他是公派留学生，是花着国家的钱出来留学的，理应在学有所成之后回去报效祖国。但他却选择直接留美，这种行为从人品上来说就不厚道，所以让叶晨自己心里却特难有好感。所以几句话的功夫，他对郎红军就有了几分反感。不过他倒是没有过于情绪化，而是故意恭维对方一句：“公派留学生的含金量据说都是非常高的，您可真是了不起。”听到叶晨的夸赞，郎红军脸上的骄傲之色溢于言表，不过对叶晨的态度但也友好了不少，笑着说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公派留学生的要求确实很高，一个学校也不过只有寥寥几个名额。”叶晨点了点头，好奇地问道：“对了，您这是要去墨西哥做什么？”
是去公干，还是去做生意？郎红军的表情瞬间一怔，旋即不太自然地说道：我去工作。